我想让你先在脑子里记住一个数字，45000公里。这是中国截至2023年底已建成的高速铁路总里程，听起来很大，但你可能还感受不到它真正的分量。我换一种方式来说，日本新干线，全球最早的高铁，开通于1964年，运营60年，全线里程约3000公里。法国 TGV， 欧洲高铁的骄傲，约2700公里。西班牙，欧洲高铁里程最长的国家之一，约4000公里。美国目前没有一条达到国际标准的真正高铁。现在把全世界所有国家，把欧洲、亚洲、中东、北非每一条高铁全部加在一起，去掉中国的部分，大约15000公里。而中国一个国家是这个数字的3倍，3倍。这不是口号，这是国际铁路联盟的公开统计数据。今天这条视频，我带你彻底看清3件事。第一，这45000公里是怎么建起来的？背后有什么普通人不知道的驱动逻辑，以及这个逻辑真实的代价是什么？第二，高铁对中国社会结构究竟做了什么？它正在悄悄改变的远不只是出行速度。第三，那个被反复拿来质疑的6万亿债务，真相到底是什么？如果你看完这条视频还觉得高铁只是坐着快一点，那一定是我没讲清楚。如果让你猜中国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高速铁路是哪一年开通的，很多人会猜90年代或者2000年代初。答案是2008年。北京到天津，全程约120公里，时速350公里。2008年8月1日正式通车，就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6天。那一年距今不到20年，也就是说，中国用不到20年的时间，从第一条高铁建到了覆盖全国大多数省份超过45000公里的全球最大高速铁路网络。这个速度有多快？我们来做一个直观的对比。日本新干线1964年开通，60年过去，扩展到今天约3000公里，平均每年大约50公里。中国高铁最快的建设阶段，每年新增里程超过4000公里。也就是说，中国高铁单年建设量相当于日本建了80年的总量。这在人类建设史上是一个真正前无古人的速度。那它是怎么做到的？这背后有3个关键引擎，缺一不可。第一个引擎，制度效率以及它真实的代价。建高铁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土地。中国实行土地国家所有制，这在法律层面赋予了地方政府在公共利益前提下征收土地的权利。整体推进速度在全球范围内确实是独一档的。但这里有一件事必须说清楚，因为只讲速度而不讲代价，是一种不诚实的叙述方式。高铁建设过程中，中国发生了大量与土地征收相关的腐败事件和强制拆迁纠纷，地方官员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勾连，导致部分征地补偿款被截留克扣，农民或居民拿到手的补偿远低于法定标准。更极端的情况是，在没有完成合法补偿程序的情况下，出现过暴力强制清场的事件，当事人的房屋被强拆，部分案例引发了极端抗争事件，在国内外媒体都留有记录。学界和法律领域将这类现象称为灰色征地，表面走的是行政程序，但实际执行中存在大量违法或侵权操作。这不是中国高铁独有的问题，但它是中国高铁建设速度背后一个无法回避的结构性代价。从宏观层面看，高铁网络带动了数亿人的出行效率，但从微观层面看，有一部分具体的个人付出了远超公平标准的代价，甚至失去了他们本应受到法律保护的家园。这2件事同时为真，缺少任何一面都是不完整的叙述。第二个引擎，国家信用融资。高铁是典型的前期投入巨大、回收周期漫长项目，私人资本天然回避。但中国国有银行以国家信用背书，可以为铁路建设提供长期低利率的融资，这绕过了私人资本对短期回报的需求，使得10几年、几十年才能回收的项目具备了可执行性。第3个引擎，技术引进加再创新。中国高铁技术最初通过与德国西门子、日本川崎、法国阿尔斯通的合作协议引入，随后中国工程师花了将近10年时间将核心技术彻底消化、重新设计，最终推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兴号系列列车。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引进、消化、超越路径。很多人在讨论中国高铁时，容易陷入2种极端叙事，一种是纯粹的赞美，一切都是奇迹，没有代价。另一种是全盘否定，所有成就都来自压迫，没有价值。但真实情况，2者都不是。一个更准确的框架是，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，中国确实实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高铁网络建设。这个成就在宏观数据层面是真实的、有价值的。
与此同时，这个过程中存在结构性的腐败风险和个体权利受损问题，这也是真实的，不能被宏观成就所掩盖。理解一件复杂的事，需要同时容纳这两个维度，但速度快、规模大只是这个故事的第一层。更有意思的问题其实是，这张网到底把中国变成了什么？如果你在2007年问一个武汉人，你觉得自己和上海是一个经济圈的人吗？他大概率会摇头。那时候武汉到上海普通火车要11个小时，坐飞机加上等候超过4小时，票价也不便宜。今天武汉到上海高铁最快约4小时40分钟，两个城市的时间成本压缩了将近一半。这不只是坐车更快了这么简单，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可达性。当两座城市之间的时间成本降低，人才、资本、信息的流动摩擦就会减少，两地的经济融合速度会显著加快。高铁本质上是在重新定义谁和谁算一个经济圈。以长三角为例，上海、杭州、南京、苏州、合肥这些城市之间的高铁最快只需30分钟到90分钟。结果就是一个在上海工作的人可以住在昆山或者嘉兴，因为通勤时间已经完全可以接受。一个在杭州的老板可以下午坐高铁到上海谈判，晚上回家吃饭。这种当天来回的流动性，过去只存在于同一座城市内部，现在被高铁复制到了整个城市群。高铁不是在帮超大城市抢人，而是在帮整个城市群留人。很多人以为高铁会让人口进一步涌向北上广深，让2、3线城市更加空心化。但真实情况是，高铁在某种程度上让卫星城市变得更有吸引力。因为当你住在距离核心城市1小时高铁的地方，可以同时享受核心城市的就业机会和卫星城市更低的生活成本，这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权衡选项。还有一个更微观、更容易被忽视的变化，高铁重构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节奏。过去，大量农村务工人员每年只在春节期间集中回家一次，因为回一趟家太费时间。高铁让部分务工者可以更频繁的往返，家庭与工作地之间的物理隔绝感开始降低。此外，有研究发现，高铁站开通后，周边区域的土地价值会出现可测量的溢价。这不是纯粹投机，而是因为可达性的提升真实改变了土地的使用价值。所以你看，高铁不只是一种交通工具，它是一套改变时间成本的基础设施，而时间成本的变化会重塑人与人、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一切关系。但如果高铁这么重要、这么有价值，为什么其他国家复制不了？这才是今天这条视频里最值得深挖的问题。但真正关键的部分其实还没有出现。很多人以为西方国家不建高铁是因为技术不够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。西门子、阿尔斯通、庞巴迪这些企业本来就是世界级高铁技术出口商。真正让美国、欧洲高铁推进缓慢的，从来不是技术，而是4个更底层的结构性原因。1、土地制度的根本差异。以美国加州高铁为例，2008年立项，预算330亿美元，原计划2020年通车，到2024年仍未完工，预算膨胀到1000多亿，甚至还有路段征地没完成。原因在于，美国的征地要走严格司法程序，任何土地所有者都能提出异议，提起诉讼。加州高铁被数百起诉讼拖慢，时间成本、沟通成本、法律成本都极高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征地快得多。但这里的对比并不是效率和落后，而是美国式的慢，本质上是对个人产权的强保护。中国式的快，在部分地区可能存在补偿不透明、救济渠道有限的问题。两种制度是不同的社会取舍，而非简单的优劣。近年来，中国也在修订土地管理法，提高补偿标准，增加程序保障。但现实执行仍存在地区差异。2、融资逻辑完全不同。高铁投资回收期动辄30年以上，对私人资本来说吸引力不大。那政府来投，在美国，所有基础设施资金都要过国会，党争、选举、中西部与沿海利益冲突，任何一个长期项目都可能被政治撕裂。而中国能持续推进高铁，是因为国家信用参与融资，长期规划具备延续性，能承受短期亏损换长期效益。融资模式决定了推进速度。3、人口地理结构不匹配。高铁的经济逻辑需要人口密集的城市走廊，例如北京到郑州到武汉到广州，东京到大阪、马德里、巴塞罗那。美国却是一个高度分散加汽车文化的国家，大量人口依赖开车，与欧洲、日本、中国的高铁需求结构完全不同。4、欧洲建不成统一高铁是政治问题。
欧洲各国的轨距、电气系统、信号标准都不同，跨国线路协调极为困难。这不是技术障碍，而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政治难题。西方造不了中国式高铁，不是技术问题，而是制度、融资、地理、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但同时也要看到，高速征地背后也伴随了补偿争议与权利损失的结构性代价，这是中国模式中必须被诚实面对的一面。2. 高铁债务是不是定时炸弹？你在网上看到的数字，国家铁路集团负债超过6万亿，确实是真的。但在这之前，我们必须先问3个问题。问题1，这6万亿是什么性质？中铁集团是国企，背后是国家信用，债务对应的不是消失的钱，而是一条条正在运作的铁路资产，这更像房贷，而不是信用卡欠款。问题2，高铁能不能赚钱？要分2类看。人口密集型线路能赚钱，如京沪高铁，财报公开，盈利明确。中西部线路长期难回本，但这些线路带来的是旅游增长，当地产业流通效率提高，引入外部人才与资本，这些价值不会反映在铁路公司的利润表里，却会体现在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里。就像城市地铁，没有哪条能靠票价回本，但没有人否认它的意义。问题3，历史上有没有类似案例？美国上世纪修建洲际高速公路时也被骂巨额债务，但事实证明它成为美国经济腾飞的根基。高铁与当年的高速公路本质上是同一类国家基础设施投资。3，真正难以量化的隐性成本。土地征收如果补偿偏低或执行不规范，损失不会凭空消失，它会变成社会矛盾、信访压力、个体的不满与损害。这些成本不会出现在财报里，但是真实存在。这是理解中国式高铁的关键维度。4，高铁对中国的影响有多深？做一个极端假设，如果明天全国高铁全部停运，会发生什么？1，跨城出行量瞬间挤爆机场与客运站。2，大量商务出行无法当天往返。3，依赖高铁跨城通勤的人群被迫迁居或延长通勤数倍。4，城市群经济网络效率出现系统性下滑。高铁已经不只是交通工具，而是中国城市体系的骨架。5，中国高铁接下来会走向哪里？1， 600公里每小时磁悬浮，试验已经跑通技术验证，北京到上海有望压缩到1小时。2，高铁出海成为战略，东印尼雅万高铁已通车，东南亚迎来第1条高铁，但征地模式能否本地化是国际合作的最大考验。3，制度层面正在持续修补，土地征收规范、地方治理、补偿程序等都在改善，但改善速度是否足够是未来成败关键。6， 3句话总结。第1句，中国高铁的成功是制度效率、国家融资能力、技术积累3者的系统组合，同时也付出了一定的权利与公平代价。第2句，高铁正在重塑中国的经济节奏、城市格局和时间感知，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罕见的社会结构变化。第3句，高铁债务必须用国家资产负债表视角理解，而不是普通企业逻辑，但隐性成本同样值得关注。最后，我想问你，今天这期内容里哪一点是你最没有想到的？制度效率背后的代价，高铁对城市体系的重塑，债务并不等于定时炸弹。另外，你觉得未来高铁出海征地模式会不会成为最大阻力？在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。如果你喜欢这种讲清复杂问题、不走极端、不喊口号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订阅。我们下期视频见。